同学们，欢迎来到藏族的玩具分享频道。今天继续分享四骑士星星波的这个鬼面刺客。首先开一个开场白。这个开箱的时候，大伙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次四骑士的很多武器都是挂在主体上的，然后它这款的剑是有缩包的，拆的时候一定先把剑取下来，再拿主体，不然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悲剧啊，断电啊，或者说是其他的问题。其他的人物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而且好多人物上面是有那个塑料包膜的，也要注意一下。这次四骑士的包装和你以往的包装形式完全不一样。好，说完题外话了，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款人物的一个配件量。首先武器的话已经都搭载在身上了，然后头雕呢，它给了2个，除了这个本体的这个头盔头，还有一个这个恶魔的这个裸头，然后上面是它这个地狱火的一个特效件，然后尖角，整体的造型就是一个恶鬼型，然后眼睛也是用的这种淡紫色的这个眼瞳，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么一个头雕。手型上来说，这次给的还是比较多的，一共给了5对手型。首先是一对这个握持啊，另外一只是在主体上面，它这是上下开合的。然后一对内外翻的握持，一对握拳手，一对放松手，还有一对是抓取那个剑柄的，相对比较大的开合这个握持手。然后手型介绍完后，武器上面来说呢，它单独给了一把大刀啊，龙头刀，前面有这个龙头的这个吞吐的这个刻画，这么大。不过这个刀的刀柄做的刀杆做的有点长，我感觉上来说，这个刀身和刀杆的这个长度对比来说，我觉得不太成比例，应该刀身更长一些，杆短一些会更好看一些。啊，抛去这个武器，就只剩下素体了。哎。这次的素体先看看头雕吧，首先是头盔头。其实这款头盔头，怎么说呢？如果四骑士更好一些的话，应该给他把这个头盔头做成那个可以拆卸下来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整体的是个一体的，虽然这边是软胶，但是如果说你想拆的话，就需要去挖头雕啊，有点得不偿失。头雕的刻画也是紫色的眼睛，非常亮。然后头雕的这个是可以拆拔的，然后头盔上也同样有一些中国的元素。这种翅膀、鳞甲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主体上的这个盔甲的造型呢，我拿到手后，第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孙悟空的那个素体。我拿出来它这个最初那个限定悟空。首先看一下这个肩甲，一样的，只不过说悟空这是金色的，它这个是铁灰色。然后腰吞也是一样的，下边这个裙甲是悟空这条这个布条，它这有布，整体一样的。然后腿部的甲也是一样的，胸甲其实也一样，一模一样的。然后老的这款悟空，它的头雕的这个脖子连接件也是一体件，就是这种最老的四骑士这种脖子的连接一体件。而这个我们这个后来出的通贩版的这个金丝猴的悟空，它的脖子一体件，这是新规，是可前后改动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这个鬼面刺客反而用了一个老的这个脖子连接件，没用新规啊，这有点倒退了。可动上来说，跟猴子的可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说导致有些问题也是一样的。首先就是它大臂的平台，它的肩甲是干涉的。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我那个通贩那款掰的时候，它这个就直接开胶了，这块直接裂开了，所以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角度的问题。其他的可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腰部的松，这也是悟空这头一个通病，他这头的素体直接继承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把玩的时候稍微胸腰这个可动去角度掰大点，它就会脱出来。应该是模具的这个开合的问题，做的并不是很紧，其他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前后摆动啊，膝盖的这个弯曲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脚部接地。整体来说，这款主要就在于它这个中式铠甲的这一部分，不过差点意思就是做了一个这个鬼面的。如果说是这个人头一样，你可以看到它的屁股上同样有个洞，这就是悟空的那个屁股上也是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拿一个尾巴可以装进去。
这个应该是不行，只能拿悟空那个，这个是贝斯特，装不进去，太紧了。哎，我们装这一头。然后这次的最大的突破就是它的这个腰挂的这2把宝剑，在另一个人物上单独给了一个这个宝剑，它这个是2个宝剑，然后挂在它这个腰环上。不过效果上来说，我觉得这位置略微尴尬一些，稍微略微尴尬一些。如果再靠后些会更好些，2把剑都可以插出来。剑柄的刻画也有一定的细节，并没有缺失。不过剑的这个阻尼感比较差，就是会掉来。这个把玩时候要小心。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一款适合 DIY 啊。如果你买的多的话，那可以组成一个这个军队，还是效果不错的。然后我给它装了一套，正好我有个富裕的，用了2个铁灰的这个角，加上手型，跟素体的颜色搭配上来说，违和度不够，并不是很厉害。然后因为头雕的问题啊，我就没有换成别的头雕的，找了一个蚂蚁的这个面具头，换上的效果也是可以的。蚂蚁头没有内塞的情况下是直接给套的，完全可以。如果你有合适的头雕也可以替换。如果说换别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去换脖子连接件，无论是给它削也好啊，还是说是换一个，这个东西网上应该有卖的很多很多。所以这款可玩性、DIY 性还是比较好的。唯一的缺失就是这个头盔不能摘下来，如果头盔摘下来的话，整体性会更好一些。好，今天到这里，拜拜。